你知道吗？当今社会有很多人正在植物化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植物化不是医学上的植物人，而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就像最近流行的网络词“脆皮打工人”一样，最近"脆皮打工人"这个词火遍全网。这说的是不是你呢？什么是脆皮打工人？其实真的就是字面意思，是指身体或者精神变得很脆了，就像巧克力脆皮桶，轻轻一掰就碎了。如果你也有记忆力衰退、反应迟钝，脑子里像灌了水泥，半天转不动一个弯儿，开会时听着领导的提问，明明有想法，嘴巴却像被胶水粘住，半天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躺，连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，对着天花板发呆，感觉身体被掏空，灵魂在漂泊。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很不幸地成为了脆皮打工人的一份子了。所以，你是不是也怀疑自己老了，或者身体机能不行了呢？不，你不是老了，而是文章开头说的，你正在植物化。植物化，这是什么新鲜词？听起来怪吓人的。想要弄明白这个词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同为地球生物，为什么有的生物进化出了复杂的大脑，有的却压根没有？你大概率会说，植物没有大脑，是因为它们不需要思考，每天扎根在土里，晒晒太阳，喝水就够了。要大脑有什么用？错，植物没有大脑，根本原因是它们不需要移动。这可不是随口乱说的。生物学里有个很硬核的观点，大脑是为了运动而进化的。你别不信，我们总觉得大脑是用来做数学题、写 PPT、搞哲学思辨的，但这些都是大脑功能的副产品。在洪荒的进化时代，生物的生存法则只有两条，要么追上猎物，要么躲开天敌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，才需要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去处理视觉里的光影变化，听觉里的细微响动，空间里的方位判断。说到底，思考就是运动的预演。你在脑子里盘算着怎么绕到猎物的背后，怎么避开天敌的利爪，本质上都是为了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皱眉头，这跟我每天脑子灌水泥有啥关系？这个关系可大了。我们来聊一个生物学界的经典鬼故事——海鞘。海鞘就是海里那种长得像小袋子的生物，你可能在海洋馆见过。幼年时期的海鞘像小蝌蚪一样，有尾巴，有脊索，还有一个初级的大脑。为了找到一块合适的岩石安家，它需要在海里游来游去，靠大脑判断水流方向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，看起来机灵又聪慧。但你注意听，这才是最惊悚的部分。一旦它找到了心仪的岩石，决定定居下来，从此不再移动，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不是休息，不是庆祝，而是吃掉自己，准确地说，是消化掉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系统。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？但从生存的角度看，这是最优解。大脑从来都是个不折不扣的耗能大户，人类的大脑重量只占身体的2%，却要消耗全身20%的能量。对于不再移动的海鞘来说，大脑就是个多余的累赘，既不能帮它觅食，也不能帮它逃生，反而会白白浪费能量。为了活下去，它只能狠下心，把大脑转化成养分，彻底断舍离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后背一凉？这听起来怎么感觉那么像现在的我呢？叮咚，恭喜你，答对了。你看看自己现在的状态，早上挤地铁，在拥挤的车厢里站着或坐着，身体纹丝不动；白天坐工位，一坐就是8、9个小时，屁股粘在椅子上，除了敲键盘点鼠标，全身的肌肉都在摸鱼。晚上回到家，瘫在沙发上刷手机或玩手游，直到眼皮打架才挪到床上。你的身体就像那只定居的海鞘，当它日复一日感知到你停止了复杂运动，就会向大脑发送一个明确的信号：主人已经不需要高级智能了，启动低能耗模式。于是，你以为的脑雾迟钝、记忆力衰退，其实都是大脑在为你省电。它会主动断开一些不常用的神经突触，让海马体慢慢萎缩。毕竟，一个不需要移动的生物，要那么好的记忆力干嘛？要那么快的反应速度干嘛呢？多项研究已经表明，久坐就是一种慢性的脑叶切除术，它不会让你立刻倒下，却会一点点偷走你的聪明和活力，让你从一个灵活的猎手变成一株扎根在工位上的植物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你不光脑子慢，心态还容易崩，一点点小事就容易焦虑，莫名其妙就感到抑郁，动不动就心慌气短、胸闷眼花，去医院检查，各项指标又都正常。医生说你是情绪问题，或者说你处于亚健康状态，可你明明觉得身体的不舒服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，其实这同样和不动脱不了干系。现代人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情绪是脑子里的事，是心理问题，但实际上情绪是全身的事。这里就要提到一个概念，内感，也就是
大脑对身体内部状态的感知。你能感觉到心跳的快慢、呼吸的深浅、肠胃的蠕动，这些都是内感在起作用。正常情况下，内感是个忠实的传声筒，把身体的信号准确传递给大脑。但问题是，大脑很鸡贼，它会过度解读这些信号。你想想自己的工作状态，坐在电脑前，含胸驼背，肩膀耸着，脖子往前伸，胸腔被挤压得严严实实，这样的姿势会让你的呼吸变得又浅又快，氧气吸不进去，二氧化碳排不出来，久而久之，体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，心跳会变得微弱又急促，肌肉会因为长期紧绷而酸痛。这些信号传回大脑，它会怎么判断？它不会觉得你只是在赶方案，反而会启动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生存本能，呼吸急促，肌肉僵硬，心跳紊乱，这是被老虎追赶或者陷入绝境的征兆啊。于是大脑立刻拉响警报，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。皮质醇是压力激素，会让你变得焦虑、易怒；肾上腺素会让你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。你明明身处安全的办公室，身体却在向大脑发送危险信号。理智告诉你，没事，只是工作累了，但身体却在尖叫，快逃，快跑，快躲起来。这种长期的身心信号不匹配，正是现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温床。你以为自己是想太多，其实是坐太久。你的身体被困在椅子上，大脑却以为你在生死边缘挣扎，不焦虑才怪。到这里，你肯定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吃药、冥想、躺平？答案是动起来，给肌肉，更准确的说是给骨头一点压力。你可能会反驳，我明明心情不好，本来就没力气，举个哑铃都费劲，哪还有心情锻炼？这恰恰是关键。你对运动的理解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以为骨头只是支撑身体的支架，是硬邦邦的建材，但其实骨头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。当你进行力量训练，比如举哑铃、深蹲、俯卧撑，骨骼会受到持续的压力，这种压力会刺激骨头分泌一种叫骨钙素的激素。这个激素可不简单，它能穿过血脑屏障，直接作用于大脑里的两个关键区域：海马体和杏仁核。海马体负责记忆和学习，杏仁核负责情绪调节。骨钙素能促进海马体的神经细胞生长，增强记忆力，同时还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跃，平复焦虑和抑郁的情绪。简单来说，给骨头一定的压强，就是在给大脑补钙。你练的不是肌肉，是情绪的稳定器，是记忆力的充电宝。不止如此，力量训练还能修正你的自我认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成功举起一个比自己想象中更重的哑铃，当你完成一组咬牙坚持的深蹲，心里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成就感。这种成就感不是来自别人的夸奖，而是来自身体的反馈。当你举起重物时，肌肉会向大脑发送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：我很强壮，我有力量，我能掌控局面。这种底层的生物学自信比任何心灵鸡汤都管用，能直接覆盖那些虚无缥缈的焦虑。你甚至不需要真的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只要让身体觉得我能行，大脑就会跟着镇定下来。毕竟几百万年的进化告诉我们，身体强壮的生物生存概率更高，没必要整天忧心忡忡。如果说焦虑是脆皮打工人的标配，那卡壳就是工作的常态。做策划、写方案、想创意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2小时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头发薅掉一大把，灵感却迟迟不来。你捶着桌子叹气，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了？不是你能力不行，是你把自己当成了笼中鸟。不妨想想那些影响世界的杰出伟人，卡壳的时候在干嘛？乔布斯喜欢在苹果公司的园区里散步，一走走就是1-2个小时。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关键灵感来自他在乡间小路上的漫步。贝多芬创作交响乐时，常常一边散步一边哼唱旋律。这绝不是巧合，而是他们无意中利用了一个物理学原理——光流效应。什么是光流效应？当你向前行走时，周围的景物会从你的视野两侧向后流动，比如路边的树、远处的房子、天上的云，都会以你为中心向后飘去。这种特定的视觉刺激能直接抑制大脑中负责恐惧和警戒的区域，让大脑从紧绷的战斗模式切换到放松的探索模式。更重要的是，视野的宽窄直接决定了思维的宽窄。当你死盯着30厘米远的电脑屏幕，你的视野是聚焦的、狭窄的，只能看到眼前的文档和表格。这种狭窄的视觉范围会让大脑进入分析模式，死抠细节，钻牛角尖，越想越僵化。就像你拿着放大镜看一幅画，只能看到颜料的纹路，却看不到整幅画的格局。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让受试者分别在坐着和行走的状态下完成发散性思维测试，
结果令人震惊，人在行走时的发散性思维比坐着时高出了整整60%。60%是什么概念？意味着你坐着加班2小时，可能还不如出去散步1小时的效率高。你以为自己在努力工作，其实是在白白消耗自己的身体，或者说无效输出。灵感不是憋出来的，是走出来的。当你走出去，看着地平线，看着开阔的天空和远方的树木，宽广的视野会触发大脑的联想模式，那些原本毫无关联的知识点会在大脑里碰撞，连接形成新的神经回路，创意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了。你把自己钉在椅子上求灵感，就像在沙漠里求雨，越求越绝望。下次再卡壳的时候，别逼自己硬扛，直接关掉电脑下楼，哪怕只是在公司走廊里快走2分钟，哪怕只是绕着楼下的花坛转一圈，只要你的身体开始从 A 点移动到 B 点，你的思维就会跟着打破僵局。身体的停滞必然导致思维的停滞，这句话值得所有脆皮打工人抄在笔记本上。还有很多脆皮打工人，不光不想动，还不想见人，同事聚餐找借口推脱，朋友聚会能躲就躲，宁愿一个人宅在家里，也不想出去社交。你说自己是社恐，觉得跟人打交道特别耗能，身累又心累，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你失去了节奏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社恐和节奏有啥关系？我又不是搞音乐的。别急，我们再次来回顾下人类的进化史。人类是群居动物，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，我们不是靠单打独斗活下来的，而是靠集体协作。那么，早期人类是怎么建立信任和连接的？是一起围着篝火跳舞，一起喊着号子打猎，一起踏着整齐的步子行军。这里的核心就是同步运动。当一群人做着同样的动作，踩着同样的节奏时，大脑会疯狂分泌2种激素，内啡肽和催产素。内啡肽是快乐激素，能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；催产素是信任激素，能让人放下防备，产生亲密感。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 WiFi， 不需要语言，不需要文字，只要身体的节奏同步，就能瞬间感到这个人是同类，是安全的。你想想，广场舞大妈，她们为什么总是笑得那么灿烂？不是因为她们没有烦恼，而是因为她们在同步的节奏里找到了归属感和快乐。几个小时跳下来，身体累了，但心里是畅快的。反观现在的年轻人，我们的社交只剩下冰冷的语言和文字，隔着屏幕发消息，看不到对方的表情，听不到对方的语气，更没有身体的共振。你以为自己在社交，其实是在尬聊。没有节奏的连接，就像没有胶水的积木，轻轻一碰就散了。所以社恐的解药不是去上口才课，不是强迫自己变外向，而是去跳舞，去打鼓，去参加一节团操课。当你和一群人跟着音乐的节奏做出同样的动作，流汗大笑，那哈，你会发现社交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机找话题。当你不需要说话，只需要和别人在同一个节奏里流汗时，你的防备心会自然而然卸下。身体先连接了，心才能连接，这才是社交的本质，不是语言的交流，而是能量的共振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以前对运动的理解简直错得离谱。很多人觉得运动是苦修，是为了减肥，为了好看，为了完成朋友圈的打卡 KPI， 跑1公里喘得像狗，举哑铃累得胳膊酸。运动的过程充满了痛苦，唯一的动力就是瘦下来，穿好看的衣服。但这是现代商业社会给你洗脑了，他把运动变成了商品，变成了惩罚。健身房卖的是年卡，运动博主卖的是减脂餐。商家们告诉你运动是为了变美，却从来没告诉你运动的真正意义。运动的本质是一种特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谁最希望你不动？答案是算法。他希望你瘫在沙发上刷视频，给你推送你喜欢的内容，让你沉浸在信息茧房里，忘记时间，忘记移动。更是老板，他希望你坐在工位上，一刻不停地敲键盘、写报告，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工作。当然，也是外卖软件和电商平台，他们希望你懒得下楼，懒得做饭，动动手指就能买到一切，让你彻底变成足不出户的懒人。他们把你圈养在椅子上，投喂廉价的多巴胺、短视频、游戏、八卦新闻，让你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然后看着你发胖、变笨、焦虑，再把减肥药、知识付费课、抗抑郁药卖给你。这是一个完美的收割闭环，而你就是那只躺在盆里的韭菜，任人宰割。所以，当你决定站起来穿上鞋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你不只是在锻炼身体，你是在越狱。你在主动地切断那些控制你的数字信号，努力地挣脱那些束缚你的无形枷锁。你在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，
进而夺回对大脑的控制权。你不再是算法的傀儡，不再是老板的工具，你是你自己的主人。运动不是为了瘦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自由。别做那个吃掉自己大脑的海鞘，别等到海马体萎缩、骨质疏松、情绪崩溃，才想起你原本是属于荒野的。人类的祖先是在草原上奔跑，在山林里攀爬的猎手，不是在椅子上坐以待毙的植物人。最后，很多人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开始？一定要办健身卡吗？一定要每天跑5公里吗？千万别！一想到健身卡的年费，一想到要在陌生人面前挥汗如雨，你只会压力更大，更不想动。听我的，把锻炼这个词从脑子里删掉，换成移动。锻炼是任务，是负担，是我必须要做的苦差事。移动是本能，是乐趣，是我想要做的自然选择。接电话的时候别坐着，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走2步。想方案的时候别盯着屏幕，去楼下的公园看一棵树、一朵花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别躺着刷手机，用力伸个懒腰，抖抖腿，或者去楼下跑一圈，让风吹拂你的脸颊。就这么简单。哪怕只是微小的动作，只要是非静止的，你的大脑就在苏醒，你的身体就在反抗。记住，只要你还在动，只要你坚持主动的动，你就没有退化。现在关掉屏幕，出去走走吧，听听风的声音，感受脚掌踩在地面的反作用力，闻闻路边花草的清香，那种感觉叫活着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。如果有所启发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转发点赞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期见。